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發。現在 AI 影片真的是已經越來越漂亮了，但如果你想讓它不只是一段 AI 生成影片，而是更像是一個真正被設計過的電影片段，那重點就不只是畫質，你還要讓它有鏡頭、有節奏，人物的表情要接得上，場景也要能延續下去，整段看起來才會像是被導演過的影片。所以今天的這支視頻，我想測的就是 AI 能不能不只是生成畫面，而是幫我們做出一段有角色、有场景，而且是有情緒推進的微電影。這次我用的是 Top View 的電影工作室，搭配剛剛更新的 Seedance 2.5。那 Seedance 2.5 可以一次生成最長30秒的影片，而在 Top View 的畫布裡面，你還可以繼續接第二個場景、第三個場景，把你的故事一路往下做成更長的影片。那我們就來一起看看 Top View 的這個電影工作室能不能讓 AI 影片更像是一段真正被導演過的電影。點開我放在資訊欄裡的鏈接，點進去之後就會進到 Top View。看過我之前幾期 Top View 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，它不是單一的 AI 影片生成工具。在左邊可以看到 Top View 現在不只是做圖片、影片、數位人和音訊，像我前面幾期測過的商品廣告、批量影片，還有短劇創作，就是透過智能畫布和短劇工作室來生成的。那今天我要測的是它這次更新的電影工作室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Seedance 2.5， 它現在可以生成最長30秒的影片。如果你在 Top View 是要求方案的用戶， Seedance 2.5 還有60天的免費不限量使用。開頭大家看到的那段電影感片段，就是我在這個電影工作室裡做出來的。它不是單純的生影片頁面，而是把拍電影會用到的一些控制工具整理在畫布裡。而且它還有很多電影創作套件，非常方便我們做電影感的影片。像這裡的 Seedance 2.5， 還有對你的影片裡面的演員的表情進行增強，以及如果你生成的影片是30秒、60秒、90秒的時長的話，它還可以直接針對某個片段去編輯影片。像這個人像質感優化也非常有用，就是讓你拍的 AI 影片不再只是 AI 影片了。還有這個 3D 拍攝控制台，就可以讓你像導演一樣去定制你的 AI 影片。運鏡控制、重新打光、電影分析，還有複刻經典的電影片段。這裡的這些創作套件都非常適合我們拍電影感的影片，所以簡單來講，它不只是讓 AI 幫我們生成一段影片，而是讓你可以去開始控制角色怎麼去演，鏡頭怎麼去拍，風格怎樣統一，還有不滿意的地方能不能單獨調整。OK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我的電影工作室，點開建立專案。進來之後會到這樣一個創作頁面，中間是創作區，後面生成出來的圖片、影片、分鏡素材都會在這裡。那右邊就是 AI 助手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說你想要拍什麼，他也告訴你他能做什麼，像是構思影片劇本、設計商品廣告、批量製作、複刻影片等等，還有微電影、AI 短劇。在最上面，也就是現在這個畫面，就是畫布，還有旁邊就是時間軸。當你把影片、素材、音頻這些全部做好之後，可以直接在這裡剪輯。那我們就先回到畫布這邊。今天我想要做一個比較有情緒起伏的場景。末日淪陷之後，女主一路逃到避難所，她整個人已經像是行屍走肉一樣，完全麻木了。但當她看到那個原本以為已經失去的人的時候，他的表情慢慢從麻木变成不敢相信，再变成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我會給到他影片的整體風格，還要求他用 Clance 2.5 幫我生成電影鏡頭方案，然後時長我也指定了30秒左右的末日重逢片段。在這個地方可以上傳圖片、影片或者音訊給他作為參考。那我就把我的樣子上傳過來。上傳成功，素材就直接在畫布裡面，然後在對應的地方引用上我的這個角色，這個影片就會參考我的樣子來去做角色，然後就直接發送。它會根據我的想法，先把故事的方向和情緒節奏給做出來。整部片的核心是一場克制的情緒崩潰，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一個已經麻痹的人重新被活着的感覺擊中。他會把故事補充完整，像是女生的衣服破裂的程度，還有沾滿了泥灰，臉上有擦傷和灰塵，這些我的想法裡面都沒有寫到。眼神空洞，望向前方，不是在看什麼，只是身體在走。環境的描寫也更加詳細，避難所外圍遠處有一扇透出暖黃色燈光的鐵門，他的步伐沒有改變，光線從冷灰慢慢滲入畫面。就在他快要走過那扇門的時候，眼角捕捉到一個輪廓，一個人影站在了避難所的入口。接下來就是他很細緻的對情緒的描寫，他的目光落在門口的那個人身上，1秒、2秒，表情從完全空白慢慢出現一絲裂縫，眉心微微動了一下，嘴唇慢慢張開，像是想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。情緒開始有起伏，他的表演也開始慢慢的進階了，眼睛開始顫抖，整個臉部的肌肉像是一塊一塊解凍。眼眶泛紅，嘴角不受控制的微微上揚，又馬上收回。最後有一滴眼淚滑落，但他沒有伸手去擦。整體影片的節奏是慢，然後再到爆發，它會有鏡頭的安排，像是前段它會用壓抑的長鏡頭累積麻木感，中段用停頓和凝視製造張力，後段用極盡的特寫捕捉到情緒裂開的瞬間。它也總結了影片值得放大的關鍵瞬間是有哪些。而且我注意到了一個更新，他這裡說整體的質感接近末日驚慌的孤獨感，加上戀愛風雲的克制表演，光線像哪一部電影，用光來講故事，不用台詞，像是這些素材的參考，就讓我的這個電影會更加容易的吸引觀眾。OK， 那如果這個方向沒有問題的話，他就會接着幫我開始確定視覺風格。在中間的創作區就可以看到有一張圖片，也就是告訴你你的影片的視覺風格，就可以參考這張圖的風格來定。確認沒有問題，可以告訴他繼續。這一步 AI 會生成角色卡，還有故事用到的場景設定，用了我的樣子生成了一位生活在末世的角色形象，還有整個故事用到的場景設定，末日廢墟街道，還有旁邊的是避難所入口，而且避難所的圖片裡面有正確的文字說明，像是避難指示，還有有序、冷靜、希望，這些文字都生成正確了。這一步其實不用急着往下升影片，我們可以先停下來看一下這幾張圖有沒有符合你腦中的畫面。如果整體方向不對，比如角色不是你想要的感觉，或者場景完全跑掉，那當然我們就可以點開這裡有一個重新編輯，重新再寫一下提示詞。如果你有圖片參考，也可以提供給 AI， 那模型點開這裡就可以去調整，還有圖片分辨率和圖片的畫質和長寬比，這些都可以去調整，重新生成就可以了。那我覺得這版的角色還有2個環境場景的設定，大方向已經符合了我的故事要求，但是我又想讓角色更憔悴一點，場景更有末日感一些，或者呢避難所的暖光更明顯一點，那我們也可以直接進行圖片的局部編輯。先點一下這個位置，它就可以把這張圖片複刻到畫布上，直接把它拖放到合適的位置。這些虛線就是素材引用關係，如果只是想讓臉部更加自然，可以先做人像增強，如果有更具體的想法，就進到局部編輯。
在這個地方把你的提示要求寫上。這個角色它本身已經有了末日幸存者的感覺了，我只是想針對臉部、髮絲還有衣服的細節去稍微的調整一下。2個環境場景我同樣也複製到畫布上，再去進行局部的編輯調整。末日街道它的冷灰色調和廢墟感也有了，那我想讓它更像電影的場景，所以呢我就想要加強一下氛圍，我讓它保留原本的街道構圖，強化電影感和末日氛圍，讓它增加地面的裂痕、碎石還有遠處的霧氣，天空陰沉壓抑，讓畫面更加的荒涼。那這張避難所入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反差，外面是冷的破敗的，裡面會有暖光，讓觀眾一看就知道這個地方是暫時安全的。那這裡呢我就會把生活痕跡再補強一點，簡單的物資、桌椅、器具、牆面磨損還有標識等等。对比來看，編輯過的3張素材更加貼合我的故事了。原本角色是這樣的，現在的角色狀態已經有了那種麻木、疲憊、行屍走肉的感覺。重點是他的眼神和整體的情緒都更加對我的故事。這個街道環境就是角色走過來的一段路，他不一定要塞很多東西，所以我調整的時候只是讓他多了一些簡單的路障。然後前方有一些暖光，就像是前方就是避難所的入口。調整後的圖像會比原來的圖片更加像真實的末世場景，像是路面不單單只有亂石，它還有一些輪胎或者是拖行東西的痕跡。最關鍵的就是我把它調整到了轉角位置，會有一個像是前方有避難所的暖光的入口。避難所這張是原本的圖像，現在這張圖像可以留意到會有水壺、杯子這樣的生存痕跡。牆上貼上去的內容也是從很標準的文字變成了手寫的，而且是在一張破舊的紙上面的內容。安靜、節水，互相幫助，而且還有那種就是寫上去很久了，然後已經有點破損、不太清晰的感覺。資源有限，大家珍惜，一起撐下去。避難所的編號，這也是我覺得電影工作室比較有用的地方。它不是生成完就只能接受結果，而是你可以先把這個環境卡片圖先放到畫布裡面，然後再去重新生成，或者像我剛剛的局部編輯去重新的調整好。像是你點開對應的圖像，你會看到它有一條這樣子的溯源的線，也可以多次調整，慢慢調到接近你想要的狀態。像這些線條，你都能清晰的看到這張圖片是怎麼來的，布局也非常直觀。這次還有一個更新重點，就是角色的音色我們可以自由的設定，可以上傳音檔來指定這個角色的聲音，也可以直接生成音訊用到後面的影片生成裡。那對於做電影、做短劇來說，我們的這個角色以後的影片生成裡面都是同一把聲音，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。那我這個影片因為是沒有涉及到聲音，所以我就暫時不設定聲音。OK， 當我的角色卡還有場景卡都做好了、編輯好之後，就把對應的你想要用到的圖像呢，直接拉到這個框框裡面，其他的可以直接右擊刪掉。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下一步來做後續的分鏡卡制作。也就是生成影片之前，它會先給影片的分鏡，也就是故事是怎麼進展的，讓我們去確定好再生影片。那如果你对這個流程不是太熟練的話，也非常簡單，直接告訴 AI， 請用 CLS 2.5 用什麼樣的一個模型生成一段30秒連續的鏡頭故事，畫布就多了一個影片的腳本安排。首先，它知道我們的目標是生成一段30秒連續電影感的鏡頭，女主角從末日廢墟街道一路盲目行走，到達避難所入口後，認出以為已失去的人，情緒經歷麻木、回神、不敢相信、釋放的4個階段的轉折。參考素材也就是剛剛我們調整好的角色卡，還有2個場景卡。整個故事的場景安排要認真確認，0到6秒麻木行走，遠景跟拍的拍攝方式，6到12秒鏡頭推進，有一個角色特寫，
角色臉上的淤青、灰塵覆蓋的皮膚、乾燥的嘴唇、空洞的眼神，全部佔據畫面，也就是特寫了。廢墟街道在他身後虛化成一片灰色模糊。畫面遠處右前方出現一絲微弱的暖光，也就是銜接上了避難所的入口。接着他就走到了避難所門口的附近，他看到了门內站着一個人的輪廓，他整個人就凝固住了，腳步驟停，情緒開始有了起伏。OK， 因為 Seedance 2.5 它是可以一次性生成最長時長30秒的一段影片，那我們是可以直接就按照這個腳本來生成影片，也可以先預覽一下影片分鏡，點開調整解析度還有分鏡比例，那我就生成16:9的分鏡圖，可以直接點這裡生成，也可以直接點預覽分鏡。畫布上可以隨意拖拉調整素材的位置，腳本也可以直接雙擊去調整修改。按照故事腳本，它生成的預覽分鏡也就是有6個場景鏡頭。我覺得這個分鏡安排是沒有問題的。角色從廢墟街道裡慢慢走過來，有中景展示了街道和避難所的空間關係。慢慢的，角色走進避難所，靠近了裡面的暖光。接着就看到避難所門口的人影，再到角色的情緒反應。6個分鏡剛好對應30秒，每一段會大概有5秒的時長，節奏會比較清楚。大家有看到這裡有幾條虛線，其實就是在告訴你，這個分鏡是引用到我前面生成好的素材、角色圖、街道場景，還有避難所的門口，還有這個腳本故事安排，都被連到這個影片分鏡裡。所以在整個電影工作室裡，你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現在的結果是根據哪些素材往下做出來的。那當你確認分鏡沒有問題之後，可以直接讓 AI 繼續去生成影片，也可以放大，可以看到這個地方，也可以單獨的單擊去生成影片。它的操作非常的靈活，並不一定是要預覽分鏡再去生成影片，它兩個是獨立的。你也可以不進行分鏡預覽，只要你確定腳本是你想要的，就可以直接點生成影片。它會把用到的素材全部都參考進來，然後就是剛剛的角色的一個腳本，還有音效，低沉的風聲加腳步踩在碎石上的摩擦聲，遠處金屬碎片叮當聲，再到角色停下來沒有腳步聲了，環境音逐漸消退，開始展示角色的情緒了。那再來點開這裡的模型設定，影片模型選擇最新的 Seedance 2.5， 影片時長我就安排了最長的一次性生成30秒影片，长寬比16:9，沒有問題。還有這個地方需要設定一下，點開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語言的設定，那我選繁體中文，然後直接點生成。用了大概不到1分鐘、2分鐘的時間，影片就會生成完成，而且是30秒的一段連續的鏡頭影片，它也沒有限制你生成影片的數量。使用同樣的場景安排，可以生成多個影片。如果你是做熱門影片複刻，那在 Toy 畫布上操作是超級簡單的。那我呢是生成了2則影片，來一起看看電影鏡頭的安排、角色的肢體和情緒的表演，它有沒有成立。OK， 再來看一下第2段。
這2版看下來，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她的情緒線是有接起來。前面女主是麻木疲憊，像行屍走肉一樣往前走，後面看到避難所和門口裡面的人影之後，表情才慢慢有变化。她也不是突然大哭，而是那種很克制的慢慢回神。角色的狀態是很对的，而且我覺得有趣的是，明明是同一個場景安排，但這2版做出來的感覺給我是不太一樣的。一版裡面的人影比較虛化，它會讓我感覺這個人好像已經不在了，更像女主角在絕望裡面看到的一個記憶。門口的人是一個她一直放不下的幻影。那另一版的人影就比較實在，就比較像是分開很久之後，他真的是在避難所裡看到了親人，鏡頭也給到了2人互相靠近的重逢氛圍，是一段末日重逢的溫暖畫面。所以同樣是30秒片段，它其實可以往2種方向去走，一個是更加悲傷，更像回憶，另一個呢可以是更偏向真正的重逢和希望。而且在 Towie 畫布裡，這裡不是結束，你還可以接着做第2個場景、第3個場景，比如說讓女主進入到避難所，繼續往下發展你的故事。Towie 畫布是可以接續前面的素材和劇情，一路做成更長，甚至是不限時長的影片。這部分我之前也有做過一支不限時長影片，大家有興趣的就可以去看看那一支，裡面講的就更加完整。OK， 那影片下載也非常方便，单擊一下這裡就可以直接下載了，也可以提高影片的畫質，還有影片片段編輯。這次的更新呢，它還可以把影片加入到時間軸，再去仔細的調整。左邊就是我這個專案所用到的所有素材，首先是角色的一張參考圖，然後就是我這個故事的風格參考。確定了之後，就開始生成角色卡、環境卡，然後就開始做故事的腳本和分鏡預覽，還有生成影片，也就是畫布和時間軸，我們都可以直接打開。就像常規的剪輯工具，我們可以對影片進行播放速度的調整，還有音量大小，還可以加入一些背景音樂。調整 OK， 可以點最上方的匯出影片，就得到你最終的成果。它把影片制作的全部流程都放到了同一個版面上，對我們創作者來說真的是省了很多的時間。今天測完之後，我覺得 Towie 電影工作室最有價值的地方，不是單純多了一個新模型，而是讓 AI 影片創作不再只是丟提示詞抽卡。像這次我先做角色和場景，再讓 AI 拆分鏡，確認情緒和畫面方向都沒有問題之後，才用 Seedance 2.5 生成影片。所以整個流程會比較像是真的在制作一段影片，而不是生成完不滿意就全部重來。另外，這次 Towie 的要求年付方案裡面， Seedance 2.5 和 Seedance 2.0 是有60天不限量使用的。如果你想做的是有角色、有場景、有情緒推進的影片，就要找對工作流程了。那 Towie 的電影工作室會比單純的丟提示詞更加穩。相關鏈接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。如果你喜歡這類 AI 工具實測，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我的頻道。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